大家好，我是 Robert。昨天说了国内军事方案只适合采取特工行动组模式，今天来说一下国外的军事行动方案。在国外呢，国内可以进行的颜色革命都可以继续，国内可以进行的特工军事行动同样可以继续。在这之外呢，在国外还可以组织大规模的军事集结训练，而且我个人认为，这是为了灭共，也是必要的前提准备。如果只是颜色革命，如果只是特工军事行动，也是不能完成灭共的目标的。在前面几期已经提及了这个的原因，那就是共匪存在下去的基础是共匪的党卫军了，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解放军了，其本质是共匪的枪杆子。如果共匪没有党卫军，大家可以想想会是什么结果。基本可以肯定，颜色革命的口水都可以把共匪给轰下台了。所以，党卫军在不在，关乎共匪的生死存亡。所以，只要干掉共匪的党卫军，打爆共匪的坦克车，基本就可以完成灭共的目标。要跟共匪党卫军对阵的话，他们大概有200万，有战斗力的也许至少50万。要干掉这么一个庞大规模的军事集团，颜色革命是不够看的，特工行动也会是隔靴搔痒。大规模集结的军队组织，基本就是必要的和必须的。前面也有讲，民主派的军事组织应该军队国家化。鉴于中华民国的种种，国军师团建制就是最优方案了。国内搞不了这个，国外却是可以的。很简单，除了钱最困难，其他基本都不是事儿，肯定不缺人的。整下来一个军事基地，有志于报名中华民国国军军职的，就可以奔赴集结训练了。A base, that is what we need. 如何搞个国外的国军军事训练基地呢？首先，军费的问题。但是军费的问题，咱今天先不说了，这个话题太大，可能要涉及到未来民主大陆的蛋糕划分问题，改天慢慢拆开细说。其次，选址、建设、武器装备、运输等等步骤细节落地的问题，比如选址不能太远，如果在美国建基地，反攻回大陆，首先就是运兵问题，其次补给也会是问题。选址适合边境线附近，比如蒙古、印度、巴基、缅甸、老挝、泰国、越南、阿富汗也可以考虑。这样子就可以在基地外围建立补给线，更能随时出兵反攻大陆。比如基地建设问题，一开始肯定不能公开讲这是搞军事基地。共匪海外一方面有警察站，另外还可能施压当地政府进行镇压。一开始可以采取购买或租赁土地来开发农场种植园或工业园的形式，
其实这相当于采用特工商务行动的模式。特工不仅仅只进行军事行动，还会有商业渗透的方式。等基地建设好了，物资也准备齐全了，物流运输也有了，就是军事人员入驻集结、开始训练的时候了。再比如武器装备方面，需要联络到军火商，是不是需要公海接收武器？是不是得有特工来搞几条渔船？是不是还得特工开个运输公司来转运武器到基地？基地是不是还得有个地下军械仓库呢？还有诸如其他的伙食问题、油料问题、发电问题等等。对于军事基地的建设和后勤物资供应感兴趣的小伙伴们，可以自行再拓展开进行更深入的讨论。基地好了，复国党选择的国军陆军117师，海鹏师团如果愿意的话，就可以进驻接收基地。8964的民主党如果也愿意搞个军事组织的话，也可以选择个师团番号进驻基地。虽然在台湾的国民党可能有些通共，但大陆的国民党本也是可以选择想要的师团番号入驻。其他团体组织政党都可以各自选个番号入驻。待到训练完备、反装甲弹充足且人马几十万的时候，就可挥师反攻，剿灭了共匪党卫军，共匪、共产党也就完球蛋了。也许有人说了，你这就是白日做梦。当然这是做梦了。如果这都实现了，还需要白日做梦吗？人啊，如果连做梦都放弃了，那真的是挺可悲的。至少我还有梦可做。至于梦想能不能实现，我来告诉你答案。关键点就是军费了。没钱，那就是做梦。军费不成问题的话，上面我说的这些问题还算是事情吗？按步骤执行就是了，水到渠成。军费的问题，咱改日展开再说。结论：要完成灭共的目标，就需要干爆共匪党卫军，就需要组建民主派的军队。为了各个团体、组织、政党能协同作战，国军师团建制方案是最优选择。好了，今天就这样子，后天见。明天临时国会例会。